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袁冰妍气质真好，简简单单的小黑裙也能穿出高级千金味。袁冰妍是大家心目中非常美丽的女明星，她曾经出演的仙侠剧如《琉璃》等都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她的气质本身十分优雅，很适合演很多富家千金小姐的角色。平常她就算只是穿一身简简单单的小黑裙，都能够穿出一种高级感，完全是豪门千金的派头。这跟她自身气质以及她的穿搭造型都分不开。选择适合自己身材的穿搭，点缀优雅气质感。现在很多的女生都是梨形身材，这种身材很适合选择一款上面露得多，下面露得少的小裙子。原因很简单，梨形身材的女孩子上身纤细，一般来说手臂和锁骨都会很纤细苗条，如果穿上面露得多的小裙子，就会显得很好看，露手臂、露肩颈线都会很美，而且有效地打破了黑裙的沉闷感，营造出一种更有气质的感觉。当然，梨形身材的女孩子是有缺陷的，缺陷就是下半身容易显得臃肿，不但可能臀大胯宽，而且还会有显眼的大象腿和萝卜腿。所以到这个时候，更适合选择一个裙长比较适合的黑色长裙。这一款长裙正好可以遮住身材不佳的那一部分，显得一个人的身材变得更加的苗条和挺拔。当然，我们要注意一点，在穿搭中还可以利用配饰，达到一种精益求精的效果。如果脖梗短粗，没有饰品的装饰，实在不那么好看，完全可以选择一款精致的饰品，点赞脖梗，在点缀肩颈线的同时，就在视线中间形成了一个巧妙的中和，更显得优雅。选择合适面料，贵气感增添一倍。我们首先要明白这样一点，裙子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气质和不同的风格，这也是与它自身的面料相关。一般来说，金丝绒面料会显得很雍容华贵，因为金丝绒自带一种厚重从容的质感，而且面料上隐约还带一丝光泽感，这跟了子面料一样，容易烘托出庄重之感。当然，穿呢绒面料、金丝绒面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金丝绒面料比较重，不贴肤，严格来说是不会自然收腰的，不像是涤纶面料那么的柔和。如果女生身材非常普通，穿大1号的金丝绒裙很容易就会显得腰粗，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腰带，腰带可以收束裙摆，让你能够掌控住整体的廓形。总之，想要显得自己身材好，又不借助腰带等外界单品的话，最显身材的面料还是只有针织面料、涤纶面料，或者故意穿比自己身材小几号的裙子。当然，小黑裙的版型很简单，并不等于就是单一元素的堆砌。在选择小黑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服饰，在妆容和发型上也要做到位。一般卷发更容易营造贵气感，红唇是可以凸显出富家千金的气质，也是这几年都非常流行的款式呢。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小黑裙就曾经流行过，当时不少明星纷纷会穿着小黑裙出席活动，就连永恒的英伦玫瑰戴安娜王妃都凭借着自己美丽又优雅的小黑裙惊艳众生。时尚永不过时，小黑裙仍然是经典。换上一款漂亮的小黑裙，当街头最时髦的小香风女郎，营造属于自己的贵妇魅力，喷一款好闻的香水，一起尽情优雅吧。02程毅被称为环瑞王子，蛰伏10年成名，却成为争议人物。近日，网友的目光似乎被张天爱公开许开成出轨记录所吸引，而古力娜扎的大瓜也似乎对这段感情深感担忧，以期在未来的日子里，大约在这里面与于火月出海、沉香重华等著名的冰电视剧集都被忽视了。然而，随着许开成在无可辩驳的录音证据面前被锤死，不少网友对这些电视剧的兴趣越来越低。尤其是沉香如碎屑的降级，也就是沉香重华播出后，经受了更高级的认可，而同样的仙剧《苍兰诀》也快要停播了，差远了能力更强，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一来，
对于沉香种花的主要演员，也就是杨紫和程毅来说，认可度和关注度就更高了。然而，相比于被众多网友所珍视的杨紫，被戏称为环瑞王子的程毅，纵然蛰伏了10年，在戏剧化的陶醉中成名，却因沉香未谢和沉香种花的热播又一次被争论。据说有名的人很多，今天的程毅就是这样。早在沉香如谢的时候，就被爆出正版女主被定位景甜，甚至连她的妆容截图都被曝光了。根本没有指望一些正宗的粉丝反对景甜的功能，因为女主颜丹以为她很美，却又不会觉得自己像个仙女。而为了迎合剧情，他们现在也毫不犹豫地更新景甜了。如果不是主演过同类仙侠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杨紫迫不及待地去买场沉香碎，也还是陷入了现在已经没有了的22号陷阱之中，拍摄前合适的女主角。而随着沉香4扎的上映，由于程毅一直都是剧中设定的男主，有传闻景甜是因为程毅对女主候选人的不满而变的。当然，很多看过沉香如粉的网友都明白，杨紫、程毅、剧情每一个都被诟病，尤其是电视剧集本身就有魔改、抄袭，无论谁有空，都可能受到更大或更小的影响。而沉香如谢合集则是欢瑞世纪发行的作品，如果要在杨紫彻底离开之前申请她在仙侠剧中拥有惊人的目标市场基础，以确保正宗粉丝现在不再有更大的空间，意义、认可度可以维持，景甜也不是总不能更新。这些市场问题如何通过程毅来解决？然而，程毅再次被人诟病，他并没有击败王一博、吴磊、王鹤棣等男星凭借沉香系列成为今年的8月男友，尤其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与团队。究其原因，还是要追溯到2020年著名的电视剧集《琉璃》。那个时候，出道几10年、名声不显的程毅用痴情处死了火炉，而剧中的温和英雄司风也成为当年8月男友。为答谢目标市场的引导与厚爱，剧中特意在停播后举办了网络云歌晚会，以兑现对同行程毅和袁冰妍的期待。女主角玄机，互动的 CP 粉。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程毅现在已经不再选择住在远离袁冰妍的地方，而是在数码相机确认了她的同时，还带着温和的表情。后来，虽然主持人要求他们可以重现那个众所周知的吻戏，但也许是因为他们事先没有说实话，导致袁冰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吻，而程毅认为他们最方便的只好借位了。所以，当袁冰妍真的亲了他的时候，程毅却是一副完全惊讶和厌恶的表情，让袁冰妍格外尴尬。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程以迪迪现在不再点出任何关于袁冰妍或剧中女主的题材，因为这件事，很多网友还是对他很看重。前段时间沉香如粉团队还举办了网络直播，和一直在跟主持人说话的杨紫相比，这方面的程毅显得有些忐忑，沉默不语。就连跟杨紫说戏里的套路当我的皇后也比戏里少了很多感情，再次被网友批评为无理、太冷酷等点。或许通过持之以恒的为你传达命运中更伟大的作品，或许可以弥补程毅的不理想表现。